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我们读书会200多集里面呢，印象中有几集是谈到生死大事的。那这几集的点阅率也都很高哦，可见大家对这个切身有关的生死大事都非常的关注。例如，我们读书会第23讲主题是“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第28讲是生死皆自在，第40讲是冬去春来，死去活来，第53讲是要认命才会好命。这几集呢，都是在谈论生死啊。今晚我们再来谈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啊？欢迎大家来一起学习啊！生命不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也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生命是从哪里来？生命往哪里去啊？那这个我们也必要去了解啊。孔子的学生子路向孔子问了有关生死的问题。孔子当下只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活着的时候做人的方向方法都不懂了，如何知道死后的去向呢？也就是生从何来都还弄不清楚，如何去探讨死从何去呢？那孔子虽然这样讲但孔子却也回避这个未知生焉知死的这个谜题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个谜题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解释那孔子对子路的回答看起来是不谈论生死不谈论这个议题这个谜题可是从孔子跟学生的这个互动来看呢，孔子很了解学生的特质所以要关机斗教嘛与其要讲太多学生们还没有面对到的死亡的事情不如提醒他，趁现在你还年轻，你还活着，先学习用心活在当下这样比较实际，比较务实啦就好像我们跟年纪大的听众们演讲，我们也是不能够去讲两性关系这不对机所以要应机说教才会对机嘛孔子也是这样的道理啦。我们华人社会呢，往往把死亡视为禁忌的话题总以为时候到了就会明白，所以多数人都有个矛盾的心理虽然知道人终将一死但却总是避谈死这个话题连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了不久人世了他也不交代后事我爸爸妈妈的后事也是我用智慧善巧引导他们讲出来的对，也是这样子做也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心理因素所以都不去提。所以要谈生论死或视死如归呢，谈何容易而要击灭为乐，那更是高深大德的境界，我们凡夫根本还做不到当年这个法鼓山圣严法师圆寂的时候他的灵堂也是挂了一幅晚年击灭为乐作为法师圆满这一生的注解。那亡者都觉得自己往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生者都没有理由去悲伤了否则就没有在祝福他很有道理那这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这种生命态度是非常的潇洒令人敬佩与向往星云大师也是一样他晚年的时候因为有三高嘛而多次中风嘛，又有糖尿又洗肾，也是有很多病痛的折磨可是呢，大师也多次提到自己也需不断的练习如何去面对死亡他开始说了对世间不贪不求，什么东西都不是他的，什么东西都能随缘，因为面对死亡最怕就是牵挂，造成舍不得死这样就会对死亡产生害怕，于是就开始练习面对死亡之际跟死亡之后的应对之道有这样的学习，对死亡就不会挂碍了啦那这一句开示是星云大师
讲的也是很好的身教跟言教。这些一代高僧，他们涂皮之后呢，有没有舍利子，这个一点都不重要，他们留下的言教跟身教才重要。这个就是法身舍利。佛牙舍利跟佛子舍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法身舍利啊。那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子认为他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就要懂得如何去走正确的路，生的时候走对人生的方向，死的时候才有可能善终。上人并且说，现在我老啦，免不了也会有生病的时候啊，但是我病得很甘愿，很感恩啊。这也是觉者安身立命之道啊。那这样子的言教跟身教也是叫做法身舍利，是留给弟子们最大的遗产啊。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如果是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糊里糊涂，那要死的时候，自然是神志不清、昏迷不醒更不可能心不贪恋、意不颠倒了。所以才说死得隆重不如活得精彩了。这个精彩呢，这个活得精彩不是指每天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或有自己的兴趣跟嗜好，而是活得有目标、有意义、有重点、有价值。佛法上叫做正命，简单讲就是正确的生命态度啦，而让生命变得很有价值。那活得很好，并不是指生活很享受，而是指精神生活很充实，心灵常常处在清净跟满足的状态，也就是懂得降低物欲，提升心灵懂得随时放下包袱懂得随时把握当下内心常保空静静的，就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前脚走后脚放，清安得很。那活的时候能够练到这样，才有可能活得自在而死得安详啊。那活得不好呢，并不是指说物质生活不丰富啦，而是指精神生活很空虚，心灵常常处在染着跟匮乏的状态，一点芝麻小事就放在心里看不开，这样当然无法活得很开心啦。再加上常常后悔过去，担心未来还迷惑现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心无正念而迷迷糊糊啦，临终的时候必定是不知所措嘛。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死得安详，当然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啦。这个道理就是孔子讲的不知生焉知死的道理了。那人是父母所生，那父母从哪里来啊？从祖父母那里来的。那祖父母从哪里来？从曾祖父、曾祖母来的。那曾祖父、曾祖母从哪里来？这样一代一代的往上追溯最后也是不得而知。那至于人是从哪里来的，以人类学家的观点来说了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嘛。那猿猴从哪里来？从爬虫类演变而来。那爬虫类从哪里来？从细胞的繁殖而来。那细胞从哪里来？这样在往上一直推进也是找不到一个最后的答案，是吗？所以生从何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啊。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不同宗教也有不同的信仰例如基督教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佛教认为人是由因果转世而来的而其他宗教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跟观点总而言之人的来源跟生从何来一样，都是复杂而多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跟科学就有不同的观点跟解释那佛教是认为呢，生命是有缘起才会有的啦，才会有生命的啦。所以佛法的12因缘都在讲这个导致生死轮回的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此呢，12因缘所讲的道理呢，是跟生死轮回是密切关系的是佛教重要的教义之一好，那12因缘我们就简单带过，因为没时间去赘述了人类从有文化以来呢，
生命的起源就一直困扰着无数的思想家啦、哲学家啦或科学家。那不少人呢，穷其一生努力在探究，想要解开这个谜题啊。但千古以来呢，唯有释迦牟尼佛跟历代的悟道的禅师们呢，道出了原委啊。不过他们所说的，我们也是不容易了解啦。虽然他们道出了原委，但是我们也是不容易了解。举个例子啊，例如《金刚经》说了有情众生的出生有4种啊，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那经文读到这里，对这个说法，很多人还是有很多疑惑因为不容易懂。那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这本书里面呢，对这个有解释，他是用白话文解释的那各位，我现在照着念大家听听看。虽然是白话文，但是你看看你听得懂吗？里面是这样子说的胎生就是人、牛、羊等在出生前必须保存在母胎中等到身形完成了，才能离开母体而出生。那出生后呢，还有相当长的幼稚期嘛，好像小 baby 一样嘛，他不能独立生存要依赖生母的哺乳去抚养他这个是胎生那卵生呢就是鸡、鸭、雀麻雀了鸽子了等等呢，离开母体的时候呢，还不是完整的身形，仅是一个卵去经过一番的孵化才能够脱卵壳蛋壳了，脱蛋壳而生嘛。但有的也需要补养教导，不过为期不长那湿生呢，从蚁、鱼、虾等从母体产下那个小卵之后呢，他都不管了就置之不问了。那这个种子跟母体早就脱离关系啦。等到一定时期的时候，生命呢自动会从这个卵呢生出来了嘛，或一再的蜕变，但是它还是自谋生存没有靠母体这是我自己再解释下去的，这样各位比较能够听得懂。那化生呢就是世界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有情，那以后才有有情的发现这有情就是众生那化生不需要有父母的外援，不需要靠父母，是凭自己的生存的意欲跟业力呢，就会忽然产生出来好，这一句白话文的解释，其实我中间我有加一些我的解释的啦。如果不解释的话，相信更难懂那这是印顺导师佛法概论里面的解释，相信大家听完这样的解释，很多还是会一知半解，不完全听得懂那白话文解释都不容易懂的，何况是文言文或者难懂的经文是吗？所以要解开生命的谜题，实在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因此，生命到底是从何而来古今人士对这个谜题是所知不多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因为这样呢，有些人干脆把人生的历程把它看成什么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连孔子都避而不谈甚至教诲他的学生说：“哎呀，未知生，焉知死？”圣人都这样子了何况是一般人好，既然生从何来不容易理解，那我们就来谈出生之后到死去之前的这一段婴儿生下来之后呢，是很短的时间，不是吗？哇，一声就出生了哇什么？哇靠人要死的时候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只要一口气不上来就歇说看因此呢，人生比较长的这一段，就是出生到死中间的这一段那人是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呢，接受了生命所以才说来自偶然然后呢，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呢，度过了生命，最后在无可抗拒的挣扎之下呢，交还了生命往生了而在往生之前，如果是拖着
痛苦啦、病苦啦，或瘫痪在床上啦，或不良于行啦，或中风啦，或失智啦等等，这段生命会是最痛苦、最煎熬也最无奈的时间呢。以台湾人来讲哦，平均是8年呢。这个8年是生活品质比较差，是苦不堪言的8年呢。不但自己辛苦呢，也连累家人啊。这是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见识过的经验哦。而如果这一种的经历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呢，作为家人的我们，那更是刻骨铭心哦。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四圣谛，也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四圣谛是学佛的基础课程，基本的。那如果要再进阶的话，那就是四念处，也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佛陀在涅槃之前呢，弟子们请示佛陀：“哎呀，请问佛陀，你有什么最后的遗教吗？”那其中有一个请示是什么？佛在世时，我们以佛为依归啊。将来佛不在时，我们以何为依归？那佛陀回答了：以四念处为依归。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呢，身跟心要以这四念处为依靠、为依止。那修持四念处，为的就是要避开生老病死种种的忧悲苦恼啊，而离苦得乐啊。可见这句佛陀涅槃前的遗教，对我们的安身立命跟了生脱死是何等的重要啊！那刚刚我们前面谈了生从何来嘛，跟生死之间这一段嘛，现在我们来谈最后那一段，死往何去？死亡不是灭绝啦，而是另一个生命的起点呐。由于死亡是衔接的来世嘛，因此临终之际的这个信念呢，更是无可言喻的重要。了解死亡的过程，并预先做准备，就刚刚星云大师讲的嘛，他也要去学习啊，一样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成了人生大学必修的一个学分啊。那我们要为自己这种终身大事啊，提早做准备啊，才不会对这个生病跟死亡呢产生恐惧，也才不枉费我们这辈子难得的人生跟学佛闻法的因缘哦。其实我们有情众生是一群迷惑的演员呐，常常在重复演出痛苦的悲剧啊！各位如果有看过这个歌剧或话剧这个戏剧结束的时候呢，演员们都会出场谢幕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看每一个演员脸上一定是洋溢着什么喜悦跟感恩的神情嘛，感恩大家来观赏我们这个戏剧啊，对，都很欢喜嘛。那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出戏的最高潮之处因为在彼此感恩之中画下了圆满的句点啊。可是很奇怪哦，当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要谢幕的时候，内心是否也是满怀的喜悦、安详跟感恩呢？这个很难讲的哦。如果是的话啦，那可以肯定的，你已经尽心尽力的演了一出深信因果跟因缘果报的人生大戏啊。这个时候如果再接受到旁边的人给我们掌声跟赞美，哇，那这是相得益彰啊，是加分的啊。那这是一种人啊。那另外一种人是刚好相反，他人生舞台戏演完了，心情却是不喜悦的、不开心的、不安详的，甚至还心不甘情不愿。他一直在眷恋着，不肯下台，可是，在台上他又没戏可以演，造成看起来是荒腔走板、歹戏拖棚啊。那这个是另外一种人呢。那请问各位，我们要学习哪一种人呢？答案应该很清楚嘛，对。那佛法里面有一句话说了：学生之道易，学死之道难。学习如何生活，学习如何生存，学习如何为佛教、为众生，这个叫做学生。那学习如何才能解脱，如何才能好死？因为赖活不如好死，这个叫做学死。一个学生，一个学死，对，好生勿死啊。好，那个
恶人的恶了哈，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啊。那多数人是忌讳谈死，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亡也不是你逃避或看开就可以避免的啊。这种迟早要面对的事情呢，我们如果早一点去认识并做充分的准备呢，只会有好处。有认识跟了解，才不会对它产生无知，才不会产生恐惧，或者焦虑，更不会因为你自己的错误的看法跟了解，而将死亡的情况弄得更糟。这个就是我们要关心死亡的原因呢。所以要学死那有在做志工的人应该都有助念的经验嘛那可能有一些志工也亲眼看到亡者其中也有惨死的也有好死的也有临命终时很自在的也有看到佛的也有，要死的时候嘴巴张得好大，眼睛死不瞑目的也有。那出生之时，每一个人几乎都一样的情况一出生落地之后，身体就是软趴趴的，婴儿身体是软趴趴的但是长大后来要死的时候，身体都是硬邦邦的对，同理当一棵树正在萌芽成长的时候它是温柔而柔韧的，对不对？小幼苗吗？然而当它又干又硬的时候，树枝也干了，树干也硬了它就会死，干枯。那临终之际或往生之后呢，有人脸色是呈现黑色的你看到平常不是这么黑看他往生的那个面相很黑有人眼睛张开嘴也合不拢，为什么呢？这就是每个人的业力不同啦。也因此圣人的死跟凡夫的死差别很大。那最好是死于正命刚刚不是讲嘛，正确的生命态度嘛不要死于非命。现在我们还没死就要先未雨绸缪好好学习将来会怎么死，要怎么死。那死的方式也有千差万别但是用业力来解释是最圆融不过的啦，因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因为常常执着，因此到临命终时冤亲债主都来了就很难突破，而身不由己有修行的人，即使丧失了生命了，他也能够视死如归甘之如饴那没有修行的人，因为不能透视人生，一点点小事就牵肠挂肚，痛苦不堪，就好像眼睛一样容不下一粒沙。台湾话叫做给等叫多因此呢，学生很重要，学死更重要学习要怎么才会好死，怎么才会死得有尊严没痛苦。简单讲，就是要学习正念的思考习惯这个正念的思考习惯用在临命终之际呢，更是影响深远它就是要谢幕的时候嘛，是最关键的时刻了嘛，因为它会牵引我们死往何去。所以佛陀曾将人临命终时最后一刻的念头比喻成牛棚里面的牛群往生之际的念头就好像牛棚里面的一群牛一样念头好像一群牛一样一大堆当牛棚的这个栅门一打开的时候呢，最强壮的那一条牛一定是第一个冲出去嘛，它最强嘛。如果没有那一头最强壮的牛，就会有领头的牛冲出去。如果牛群中没有领头的也没有最强壮的，那就是有什么最靠近门口的那一头牛呢，先冲出去了。对，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牛就会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往外冲。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什么？临终时的念头对于转世投胎有很强的推动力跟影响力但是这个是平常就要培养所以临命终时我们所能够做的最强而有力的动作，就是在心中保持坚定的信念，也就是提起正念。这个会引导我们朝向正确的方向
面对死亡议题呢，更是要有这种正念来做后盾啊。假如我们平常是保持着正念，临终时也会充满了正念习惯嘛，对不对？那假如我们平常是保持着慈悲心，临终时也会充满着慈悲例如假如平常的大小事情都能够学习看开放下，临命终时就比较容易做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没有什么好牵挂的，没有什么好计较的，这些都跟我们的日常的思考习惯的有关那我们日积月累在修炼，就是要建立这样子的惯性的正念思考那这种正念思考就是正知正见嘛，他的思想跟观念都是正向的。假如平常我们没有养成什么特别的思考习惯，那么最接近死亡之门的念头呢，就会占据我们的心灵这个时候冤亲债主都会来加上各种的念头此起彼落，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要去哪里可能就由不得自己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段很值得我们去体会的这个道理的在一个森林里面乌鸦啦、斑鸠啦、兔子啦、小鹿啦等等飞禽走兽，大家都在议论的什么是最苦那兔子就首先发言肚子饿最苦啦。乌鸦接着说哎呀，没有水喝最苦啦。那小鹿就说哎呀，天气热很苦啦。那斑鸠就说了，寒流来最苦啦。最后大象站出来说，你们所说的都不是最根本的苦啦，天下之苦莫过于这个身体，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的缘故，才招致一切苦的感受所以也因此佛法才说嘛，我们这个身体其实就是个业报身嘛，是透过这个身体来受报的，因为它也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个身体就是在老病死当中，即使是心灵之苦啦，也是先要有这个身，这个肉身在先没有这个身体哪有这个心？没有身体哪有心脏？所以身跟心都是苦缘然而奇妙的是，肉身也可以变成法身肉眼也可以变成法眼所以连苦空无常跟烦恼跟污浊都可以是修道的资粮了，生老病死更是大道场那这样子的观念要把它建立起来，才是正知正见那刚刚讲思维嘛，思维就是念头碰到事情发生之际呢，当下要起什么念头，这也是跟平常的思考习惯有关平常习惯于正面思维的人，碰到事情的时候，他自然是很自然的起正向思考那平常是习惯于负面思维的人，碰到任何事情，他是很自然的往负面去思考明明是好事一桩，他也觉得是很悲惨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常常存着负面的思想，就会常常听到负面的讯息，更会以负面的思维去解读任何事情。这样的人，当他听到负面的声音时就无法以正知正见去以正破邪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而令自己心生不悦，或听到知见不正的讯息跟言论而令自己无所适从，这个也算是一种业障。尤其现在假讯息很多，你常常听到那些让自己无所适从，这也是业障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同样的道理要用什么样的信念去看人，这种信念也是平常就要培养的平常就培养起起心动念不离正法这样子的起心动念才是正思维那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嘛，人家有99个优点，我们却只看到那唯一的缺点，这就是一种倒霉，也是一种不幸。人家有99个缺点，我们却能看到那唯一的优点这是以慧眼跟佛眼去看人这就是一种慈悲别人的那99个缺点不是我们看不到，而是我们见不贤而内自省。我们即使看到了，也是拿来警惕自己的，而不是去说人家的不是心里有数就好，不必说出来，更不要放在心上。要放在心上，只是他那唯一的优点心念上如果能够这样正思维的话，就能在
团体中广结善缘啊，人家看见你就会起欢喜心啊，跟你在一起如沐春风啊。正言上人说了，最好的感恩心就是多听别人的好话，多看别人的好事。这句开示也是正念的思考习惯啦。那正念一旦成为习惯，习惯成为自然啦，这样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一信圆明自然啦。以庶民语言来讲，就是人格特质，很好的人格特质，英文叫做 feature of personality。所以对事情的起心动念都影响这么大了，对生死更是大事一桩啊，不是吗？是重中之重啊，要用很严肃的心态去正视它，因为每个人的一生只能死一次啊，一次就要死得很顺利、很成功啊，对，否则再回头100年生了嘛。如果是投胎做人，可能还有机会继续修行了。万一投胎到三恶道去，那永无回头之路啦。那有人会问呢，那投胎到天堂不是更好吗？天堂虽然是很享福啊，但因为太享福而无佛可修啊。如果投胎到地狱，那更惨，受尽各种刑具的折磨都来不及了，哪有办法学佛啊？所以才说地狱无佛可成啊。因此，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投胎做人了，因为人间好修行，成佛在人间了，这就是中庸之道。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